对，整个都封闭的，没有门的啊，就是这个就是西瓜塔。虽然这一趟不是我们第一次第一道去哈，但是这一趟是我们第一次把金两个国家合作会哈。这两个地方，相信个真侪人还没来过哈。一般来讲哈，这两个国家呢，较少两做会哈。很多人去过东南亚很多的地方，甚至呢路过这两个所在，但是真正深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还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哦。他们可以说是目前东亚国家里面呢新兴发展中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呢，目前呢我们世界上有所谓的金砖四国，这两个国家呢可以堪称目前的后起之秀哦。先进国家起码呢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了，现在都由这一些未开发中的国家或是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呢，带领着另外一种经济角色。当时辽国还是封建王朝，是辽国的一个皇后召集民众来建的一个塔。当时那个皇后的就叫维孙王后。当时这维孙王朝，因为那个皇帝的名字叫维孙，所以那个皇后就叫维孙皇后了。她召集民众来建的这个塔。当时建这个塔的时候，在1500年，当时建这个塔的作用，为什么要建这个塔？据说这个是流传了也不一定是真实，但是一直流传下来是这样子说。以前还没做这个塔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这么多，人比较少。这个是一块沼泽地然后周边有一些人家，但是常常晚上就不是很安宁常常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骚扰民众什么小孩子也不能睡觉什么的。所以那个皇后，当时那个维孙王后也觉得很着急我的民众都不能那个晚上不能睡觉，小孩子也不能睡觉的，就请那个得道的高僧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周边的人家都不能安宁？那法师看了之后说，这个沼泽地里面有不好的东西那要怎么办？要做一个塔才能镇住它所以那个时候那维孙王后呢就召集民众大家出钱出力，就建起一个塔。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这个塔变成像半颗西瓜倒扣在那边的样子，看见没有？上面像半颗西瓜吗？把对面切开倒扣在那边，是不是这种形状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法师的指点一定要做这种形状才有功效。做好之后呢，真的太平了，周围什么事都没有了，小孩子晚上也哭不到了大家也觉得很平静了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对，那建好这个塔之后呢，那这个塔要有，既然是佛塔，它有佛教的意义那一定要有寺庙有照顾这个塔的那个一个地方嘛，所以就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就建了这个塔，让一些僧人坐在这边来照看这个塔，所以这个寺庙就叫维孙寺，这个塔叫西瓜塔。为什么要求维孙寺？因为它是维孙王朝时候建的寺庙，是皇家寺庙。从那个时候18几几年之后再修以后，到现在没有再修过一直到现在。整个都封闭的吗？对，整个都封闭的，没有门的。就是这个就是西瓜塔的它的来历就是这样，所以它也是说在龙窝邦区域里面算是很古老的一个建筑，因为它有500多年的历史。
竹子它有整修过，但是它的最早建造的时候就是在15年。那这个呢是。过一段时间我要结婚，我会选个时间先去庙里面去出家一段时间。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报父母恩，因为如果我出家，我可以给我父母积福，就是我出家以后，我父母可以得到福报，是这样子。最重要的是这个目的。第二，这个寺庙可以熏陶你的情操，做人的道德。就是你出来以后再来成家，你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样子。对，这样是自费还是多少？没有自费，这种叫民间的东西，不用钱，不用什么都不用，就是你做一个仪式，然后去跟这个，因为辽国呢，像这种它叫小乘佛教，每个村子，我所在的村子里面都会有一座庙。但所以，我出家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到我自己村里的那个庙里面去出家。所以我出家的时候呢，如果我要出家的时候，就跟这个庙里面住持去公告一下，然后会选个日子，然后在家里面办一场佛事。所谓的佛事就是一种仪式，然后就亲朋好友就把这个要出家的人送到庙里面，交给这个住持，交给这个寺庙。一般辽国的民众的话，他就会跪着给那个僧人啊去供养这个食物大部分是以糯米饭为主，因为辽国的主食是糯米所以他们供养的东西大部分是以糯米饭为主。那其他的东西可以吗？都可以对，比如说饼干或者糕点什么的都可以我的钱钱财都可以都可以，不是不可以哦，只要是东西就可以，只要是不要吃剩的东西。有用的对。唯一的就是说，我吃不好吃，那我供养给他，不可以那个，那就不敬，没有福报那样子对。每一天早上都会，每天都上演这种情形，为什么？因为它的一种佛教风俗，它的生活来源就是早上的托钵，早上才有，就每天早上。像在这个地方辽国柬埔寨中南半岛国家辽国对于这些台湾来讲其实还相当的陌生感觉呢是一个没有开发，而且也很落后的国家。前面我们的婉婷呢拍摄的这个西瓜塔龙坡邦这导游的介绍呢，那讲解的不知道你们听了了不了解，清不清楚？这里是西瓜塔他刚刚有介绍过了你实际上来到辽国这个所在，把它走上一圈，你就会发现当地和善淳朴的人民，给有这个休闲缓慢的步骤，有别于你去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这个所在呢，真适合放慢你的脚步大家慢慢的佚佗。辽国这个所在呢，真值得你来一转真侪人唔知影，辽国其实介绍阁无少团费无少主要是这个国家伊无像东南亚真侪国家
有这个商业行为比较重哦，比如讲卖店啦比如说呢，它以量制价啦，以价质量啦，等等哦，可以做这饭店没有？这个国家尚属于正在开发旅游的新兴国家。这个国家呢，它的旅游经济呢，也是这几年来开始发展起来所以变成这个国家呢，带有一点淳朴的意味班机也不多来这边呢，情况也比较特别你可以感受到最原始的一面像你看这个在东南亚非常流行的毽子当作球藤球这种藤球呢也需要技巧看人家踢藤球呢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一种表演辽国、泰国、缅甸、吴哥窟、越南这几个国家呢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相像，我感受到啊。来，这里是辽国，东南亚唯一的一个内陆国。中国、缅甸、泰国、越南及柬埔寨都有相邻，这几个国家的民族性呢也非常的相近。以用呢，这个所在不品家己的本身无的不品拢必须爱对泰国进口。这几年来，甲中国的关系呢愈来愈好，未少中国人来到辽国来投资建设，嘛愈来愈侪物资对中国过来，所以呢，这大部分的物资呢，伊靠的拢是进口加上当地呢无铁路运输啦，成本真悬。辽国的物价呢，比起附近的越南呢，更较悬。比起附近的柬埔寨柬埔寨更较悬唯一上俗的是啥？是人力在欧美国家人是最贵的。在这个辽国呢，黑人是最便宜的。哇，你看一个世界，一个天空底下两样情有无在台湾样样都免费免费到呢你变成好像是应该给他的在呢欧美国家呢样样都自我付费什么都要付钱你看呢奇怪我当时在想同样的一个天空底下为什么呢会孕育出这么多不同的不公平的人生跟世界来这你看阿多路边坐的哇你看这一对老夫妻有没有感觉那种感觉很棒有没有两个老夫妻牵着手来这边自助旅游，吃路边摊的小饭像这种地方我讲真的这种所在呢，我不太会担心它有什么黑心油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销价竞争懂吗？它也不需要什么，它也不需要呢拼低价。他们家呢，因为是比较淳朴的小乡镇所以呢加简单你可以看咱以前的社会，在台湾以前的社会。哪有什么黑心东西那么多？你说没有经过检验靠不要卫生，也没有黑心的东西。那现在呢？你看台湾的大肠癌高居世界第一，为什么？这个上大家呢一味的要求呢，所有的物资不能涨，但是世界上人口爆炸，所有的物资一直涨，但是我们却不涨反要降。你不涨上去，国家的经济袂好。你要把物件降下来，生理人赚无钱，伊就想当想旁。这也就是为什么差别。现在的物品呢，很多小问题很多。那你来到了这一种地方呢，它很淳朴，它无好的时间去给你做其他奇奇怪怪的物件所以相对之下，虽然你认为了路边摊，但是其实那种路边摊更带有一种我们小时候乡下在卖东西的感觉现在来到的是龙坡邦的。苗族夜市，龙坡邦，哇！你看这个夜市呢，卖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以前曾经跟我们可爱的婉婷聊过讲你若到外公了看的这小吃雅器你要多拍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最能够贴近人民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来到辽国，为什么它叫做苗族夜市呢？这个地方。其实呢，它是一个被遗忘的民族。苗族的历史记载的呢，苗族这个名呢，这个民族先会当辽国呢，黄帝、炎帝的联盟呢，跟蚩尤相传就是苗族的元祖百
大战了后的苗族呢，对中国慢慢刷到人远去。但宋朝、元朝、明朝的时阵呢，一部分的苗族的人迁移到越南、到辽国、泰国的北部、缅甸。但家呢，但山内底呢，刻着这个灰经啊，甲狩猎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呢，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胡志明将共产党组织起来，推翻了法国的统治。但当时河内呢，成立越南的民主共和国，叫做北越。而且呢，进一步跟法国呢争夺越南全境的控制权。法国发动攻击，于是胡志明求助于中国，法国求助于美国，两个战争呢演变成了所谓的越战。演变美国在越南长达20年的越战了。越战期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叫做 CIA 策动了当时的苗族人。当时的苗族人呢，变成美国的盟军。由于美国无法守住越南跟辽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胡志明小径，1961年呢，中情局跟辽国的苗族达成了秘密的协议：如果苗族人你帮我拍啥，帮我拍越共啊！美国就会提供技术甲武器呢，但战后好好甲因照顾，袂互因阁继续互共产党迫害，史称辽国的秘密战争。然而后来呢，美军呢退出了越南的战争，留下了苗族孤军奋战，这就是历史啊，导致苗族人4万人死于越战。在1975年辽国被共产党彻底的解放之后呢，这群曾经帮助过美国的苗族人就成为共产党的眼中钉。这也就是为何我们可以看到辽国的夜市，民主在这个地方。这里是大象村啊，在龙坡邦可以看到著名的僧侣布施啊。这里大象村呢，来体验骑大象啊。当这个所在呢，嘛会使看到大象的洗身躯啊，这个真侪人唔知哦，辽国其实哦有真侪啥美丽的景色哦，自然的风景哦。那真正真水哈！有来过辽国的人拢知影啊，咱这道咱的婉婷啊，来辽国啊，为咱摄影哈。我们的婉婷说真的啦，她在摄影上面呢也有一定的水准了哈。那这一次配到辽国跟缅甸这一次的音呢，也让我感触蛮深的。为什么？因为呢，缅甸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婉婷呢，她第一次的。好几年前吧，他第一次的见习团体哈。我你看一下哈，对哈。他在说我还要啦哈，赶快给我啦，买那么少再去多买一点啦哈，最好整颗那个什么香蕉树都扯了来哈。我说哈，真的要特别留意哈，免得哈连人带手哈整个被他环抱住哈，那就特别了哈。我们的婉婷还要飞身相扑哈，去给他救出来哈。虽然我婉婷人高马大，但是不一定打得过大象啊。
来，做大象哈。我讲做大象有什么特别呢？做大象的特别点在哪边呢？有的人讲哈，泰国的这过啊，我跟你讲，这一点也无啥哦。真的，在这边做大象才是真的有什么哦？为什么当人啊，讲在国家迄大象坐一下呢？你去尼泊尔甲坐看卖，你来到泰国甲坐看卖，泰北也不是泰国哦。辽国，这毋甲真正吼，行入山内底啊。但山林里面安尼慢慢啊行，有无？坐这大象，唔是安尼靠起来尔，不一样哈，这才叫骑大象啊！人生的体验是这样子哈，没有太多的商业行为，有无？看家哦，水哈，你要看哈，这种安尼漫步辽国缅甸哦，绝对让你有人生不一样的体验，有没有？哦，你看多么悠哉，在这边骑啊，哇，这家大象安那，赶时间吗？没想到大象也赶时间了，没关系哈，可能下班了要打卡啊，大象赶时间要回家打卡哦。
就在这个钙化的瀑布呢，我们骑着大象在这些天然的美景底下，喜欢吗？告诉你，每一年的11、12月份或是1月份，我们都会推出的辽国加上缅甸。现在有的人讲这个时阵不爱上，我说过了哈，这个时阵太热起来，你冻没掉了哈。有一些季节呢，还是适合在那个时间点去哈。在每一年的11、12、1月份呢，这个时阵，这个所在，而且1月份，这个时阵，这个所在也变成安暖，它会变成了气候比较凉爽哦。来到这边呢，最舒服的季节。这个地方被列为龙坡邦啊，被列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探索辽国最原始的古城。它也被美国纽约时报推荐一生必访的旅游胜地，因为在现在这么功利主义、现在这种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你会觉得这么原始原味的、这么无经人还有商业利益破坏的地方哦，不容易哈。我想那还都来讲头前一段，说我刚开始做电视，秉持的成立基金会的心，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能力，因为成立基金会要上千万哦，必须有强大的人来支持我。完成我成立基金会去，关怀老人，去号召专台湾看台湾的游世界观众朋友呢，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办一些活动去帮助小朋友，帮助老人，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啊，这个没有一定的人支撑哦，我还需要再努力哦。那我前面为什么讲的这一段？因为我打这等鞋，其实我的怎样啊？我唔捌的药我袂使学白买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我会害了人家哈。药的成品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做保证，我如何去贩卖它哈？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啦哈。那很多的商业行为呢，我把它暂缓下来。我只知道，推展旅游可以带给所有的人快乐，可以让中老年人，可以让很多人一个人出国，可以让很多人每天早上记得时间到要打开电视节目看，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初衷没有被任何广告商来用金钱利诱，而让我心动过哦。我到现在还是秉持了初衷，所以我说为什么它难能可贵，也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经过商业利益的破坏，目前啦以后不知道。所以这类所在呢，人民很淳朴，假老性，没有什么的 shopping 啊，没有什么的被卖物件啊，或者是这里非常商业化都没有。所以呢，《纽约时报》杂志除了它的美景之外呢，也因为这一点，就把它列为一生必访的最原始的古城。龙坡邦又称为龙坡拉邦，辽国的北部的高原地处湄公河、南康河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海拔350公尺。这个所在是辽国的第二大城，这个所在呢，嘛是辽国上界水的一个所在。咱来到大象村，这个所在骑大象，看底下的钙化滩、钙化瀑布，骑上大象，在最原始的森林里面行，这种感觉真歹找到啊！也许你在小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但是小时候台湾农村也没有大象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感觉呢，非常的特别。也因为这样，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前面呢，可能我就多讲了一点哦。1996年被联合国文教科组织评定为东南亚保存最好的城市，但这法律有规定龙坡邦的建物袂使超过2层楼，随处呢可以见到法国式、辽国混搭的建筑风格。市中心的古木参天，到处都是寺庙佛塔。我们现在来到的大象村呢，是它最原始的古味，生活步调非常的慢，空气真好，是一个真值得你拜访的古城。真侪人无了解，真侪人会认为辽国就是爱俗啊！这种所在的落后的国家，伊就是爱俗到要来，错了这种观念要改变过来就我刚刚前面所讲的黑心油事件不一定有每一个东西有它的成本价值成本架构俗也减了嘛，不是讲贵，也就是好，像怎？应该是每一个商品有它基本的价格在，基本的价格在，基本的更新我就讲过有的人会感觉讲伊交3万块的团费，较想要3万块拢叫我们赚你啊有的人会感觉交3万块的团费，较想要伊甲这个3万块当作10万块相共也感觉哇，我交这你就是安怎，你哪什么拢无包他忘记了你缴的是属于你这个团费应有的价值，
哦，不是代表呢可以包山包海。所以我说呢，参加这个旅游的行程，不是俗，不是一味的拢爱俗，嘛不是呢讲这个贵的物件呢，会使互你的就是世界上上好的，不是，是商品要符合它的商品价值。这个价小就是3万块的物件，本身成本就是3万块的物件。商人他去卖个3300、3200都32000、33000都很正常哦。他不要卖太低，他也不要卖太高哦。你要看它的附加价值是什么，但你也不可能要3万块的东西变成10万块哦。你要求10万块的价值，那就伤下嘛，对不对啊？这咱今麦来到是另外一个有名的关西大瀑布。辽国哇，怎么看怎么喜欢呢？辽国它没有什么很深的历史，它拥有的就是美丽淳朴的风景。我们从马莫塔建于15世纪的，又叫马莫塔啦，又叫西瓜塔哈，一路行到今嘛来到龙坡邦的关西大瀑布，感受有赞无？和你无同款的辽国，和你无同款的风景，和你无同款的东南亚的风景，来到这上传统、上原始、上自然、上天然，有自己国家风格、独特风味的辽国。我们这一趟的人间净土辽国缅甸，也被《纽约时报》评定为你一定要来的一个美丽城市。这里是辽国的关西大瀑布，乍看之下，你有感觉伊足像一个所在无？那个所在是哪边呢？乍看之下呢，这个地方呢，很像就在过有黄龙。关西瀑布呢，就在辽国的龙坡邦。这个所在呢，并不是像尼加拉大瀑布那么壮观啊，大到不像话。闻名于世哦，不太一样的感觉哦。这个瀑布的感觉呢，它是呢小小的，有一点空灵呢。那个包括呢，以老了来这种钙化滩呢，有没有？你看它后面呢，水冲蚀下来啊，的后面那个岩石背景呢，
它是主要这整个呢跟一般的泡泡呢那没啥相干哦，后面的这种钙化的感觉，然后水呈现的有一种湖绿色的哦，这种整个氛围啦啊，这整个氛围的感觉啊，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环境啊。不是很大，也不会太多的观光客。我相信咱台湾人来到家呢，左晃右看啊，大概看到的呢是什么啊？咱这个跨的团体呢，你要找到来自台湾的不多哦，真的现在来台湾的人这边还不多哦，来中国的哈，倒是还蛮多的哦，因为今晚呢，辽国跟中国呢有建交哦，所以来到家哈，别小看这个地方啊。上面呢消费还是属于比较贵，观光区嘛，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收宅看起来呢，还是呢呈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风景。龙坡邦的城市发展这个观光地区呢，算是在辽国里面呢发展比较久的哦，算比较久的哦，所以它的各方面的条件环境还可以哦。如果你到辽国其他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发展呢非常的原始啊，原汁原味哈。这里是关西大瀑布，而且你会沿路看到很多的辽国文啊，辽国语啊，听讲泰文啊，大家跟辽国是会通的哈，因为呢，因真侪语甲讲的，我也是小讲。很清楚，这个只是他义务给我们。这个该听不，这个该听不到。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万荣呢其实叫望洋，台湾的翻译叫望洋，那大陆的翻译它叫万荣。望洋，因为辽文叫汪洋，所以它翻译叫万荣。大陆的翻译我们就不要去理它，但是其实台湾的翻译叫望洋，就是我们后天要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万象呢就叫永贞。这都是大陆的翻译，所以跟我们台湾的翻译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下，就是我们要从哪条路线。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叫兰波拉邦，其实就叫龙坡邦。龙坡邦，我们会做这条13号公路，它有个13N， 看见没有 ？N 是什么意思？叫13号北路。北，它以永贞作为中心点，往北这边是往北。就叫北路，如果往南，它就 S 就是南路，就往南。它这条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就是这个13号公路，就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大陆哦，黄色是大陆。对。黄色是大陆，从大陆的边界这边就开始了。13号。我在大陆，我在国外。你看，这一直下来。下来，这一直到柬埔寨，下面是柬埔寨。这个柬埔寨上丁，它是一个省，上丁省。所以这整个辽国的地图呢，就像这样子，有点像蝎子的形状，蝎子啊。知道那个蝎子吗？那个150公里。东边的大地。所以它的总面积大呢236800平方公里。对，所以现在我们走的地方，这个这三个点其实是辽国旅游业里面最常规的点。为什么要最常规呢？就所有游客到了的话，一定会先选择这三个地方，又好走，又比较有看头，是这样子。但当然还有比较特殊的点哦，比如说有人专门要求说，我要去看一些少数民族 ，OK， 可以过山区，很多一些辽国的小路网。看一些外国的游客呢，他就说我要深入游，我要去到那些什么少数民族的村落，OK， 也有，不是没有，但是非常辛苦，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旅馆让我们住那个山里的民宿或者他们的家里那吃饭就糯米饭，用手抓一抓就来吃那个对，那个叫特殊的行程。